再次欢迎我们的同学来到直播间。那么今天跟同学聊什么呢？首先要说一点啊，就今天晚上我们并不是课啊，换句话说，今天晚上并不是我们才能的高级课程，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干嘛第一节课，但也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当中回头来看的话，你可能发现它可能又是最后一节课，就是我们说的有始有终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叫资本入门理。那么这堂课的话，应该老同学们很明白，因为每次的课程的开始之初都会有这样一堂课。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希望同学们能够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同样也需要同学们知道我如何去学啊。简单讲，未来当中如果要学得好，或者说能够更加快速的入门，可能今天这堂课非常重要。那么这是吧，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堂课。第二点是今天这堂课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双向选择的时候。好，那么我选择你，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有同学应该知道，很多同学在去报名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你对我的一种选择，我觉得非常感谢同学们的信任啊。当然，虽然这期开课的话是我们课程之外的啊，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对你们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说，也许很多同学是缴费成功的，啊，那么可能今天晚上之后，有部分同学可能不一定什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圈子。待会儿我会说啊，原因是什么？待会儿我给大家去做个解释。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期当中会在今天晚上12点之后才开始逐渐去拉入我们圈子啊？待会儿我再来讲，不着急。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这堂课的话，是我送给所有的同学们，就是能够在此相聚一个缘分啊。不管后期当中你能不能进入到我们的圈子，能不能报名成功，那么今天晚上这堂课，我个人觉得依然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因为其实当时的改变，比如说我10年前啊，从0到1的改变，包括前一期高阶课程部分同学他们的改变，可能也是源于这堂课的一个变化，好吧？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希望同学们能够认认真真听这堂课，但是也需要同学们不用太过去紧张，因为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可能去做笔记，没有必要，因为这堂课本来就是一个课程开始之初的一个大家互相去了解调整一下，好，因为课程真正的开始的知识点的真正的开展和铺开会在我们下周一的晚上，待会儿我们跟大家去做个简单的通知。然后我们本周末的话，同学们可以拿到视频做预习 ，OK。那么这次的课程的学习跟上期会有什么变化？包括这一期的课程的学习跟上期当中会有哪些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会告诉同学们，好吧？所以今天这堂课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时候。那么准备好的同学给个提示，打个8，谢谢。好。准备好了，同学给个提示，打个8，谢谢，好吧？那么有同学说有问题刷新，那待会儿来看到我们这堂课这一期的这个刷新的点在哪里？包括如果说这一期跟上期是一样的话，那么我觉得我就不会让一期同学去做一个整数的续费，好吧？好，非常感谢同学们的一个反馈，所以应该有同学已经很明确啊，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节奏。好，那么开始今天的第一次。好，那么我说了，今天的话，是好运常态化，常态好运化，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当中你所学到的东西点，啊，股市当中是存在好运的，是存在好运，但是这个好运的话是什么呢？也许是让你在选择一只非常好的一个爆牛，啊，比如说连续涨停。啊，每天涨停，连续半个月之后或者数个涨停，那么这种的话，这种逻辑点可能是一种好运。好，那跟这种可能是好运。但这种好运的话，同学们，这种好运并不是作为我们投资这块应该有的。那这话可能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这种好运不应该作为我们投资这一块要去追求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让我们的好运常态化，这一点在一期的同学肯定会很大的理解。好，那当然为什么怎么理解？大家看啊，我们一起来看。所以这堂课大家不用着急，我们慢慢来
聊啊。聊了这堂课之后，以后应该知道我们未来当中怎么去学啊，包括我们学什么。OK， 好。那么看一点啊，有一点的话就是吧，我们当中这一块一个，目前来看，就是从接下来今天开始，未来当中我们主要学哪方面，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学啊？我们学习的准则是什么啊？包括我们在下周一开始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点去进行一个突发，就是我们说的突破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这堂课包括3个方面，一个是0到1的障碍，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如何去开展我们的学习，第3个就是我们的入门2项准则，就是如果要达到快速入门的2项准则。那么0到1这个障碍，同学们，我们来聊0到1障碍的话，应该是大多数同学报名参加这次学习的原因，也是我开课的这一个原因点啊。0到1的障碍。那么说到0到1的障碍是什么呢？有同学应该会明确一点啊，来看到一点，0到1障碍是什么？好 ，OK。那么有人说是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的同学重新刷新一下啊，应该说是你的这个设备的什么问题，我这边应该是正常，好吧？好，同学们来讲呢，来聊啊。那么我相信一点啊，就是应该说从目前课程的同学报名的体系来看的话，就是有的同学是已经是1期学过的，还有同学是什么？是基础课程当中学过基础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学应该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常人的。但无论是我们当中这3种的哪一种，我觉得能参加这次课程的话，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打个比方，如果说同学们你们手里有一个100万，2个点啊，有100万，好，这个100万是你所突然得来的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有在上海有个朋友啊，外滩，大家应该知道上海外滩前段时间干嘛？应该说是拆迁了啊，他是突然之间手上多了1个多亿。那想想，如果我手上多了1个多亿，为了让这个钱不要去贬值，我应该怎么办？啊，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做一个中间水平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手上多了100万，如何让这个100万不贬值，或者说如何让这100万变得1年比1年多？那么这个要远远存于我们，比如说有的是定存或者买理财产品啊，或者买基金之类的，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收益。那么定存它的收益很低，如果说你去买基金，这个有风险，或者收益也很低。那所以说投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包括很多同学说老师我也炒股的问题，其实就是0到1的障碍。那0到1障碍就是我们手上的钱1年比1年的增值多，或者1年比1年在不断的什么去递增，但是是稳健持续的滚动，稳健持续的去变大，资金在一步的体量在变大，是稳健持续，有比好比是我们的定存一样的。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不管是我们手上突然多了一笔钱，还或者说我们手上对于我们比如刚大学毕业的，刚出门的，手上钱一点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启动资金很少啊，无论是我们刚开始的启动资金少，或者说我们现在有理财需求有投资需求，这2点依然都可以做到。我相信这是很多同学在股市当中应该要有的。但是呢，事实当中这个有点相违背，就是很多同学在炒股的过程或者投资的过程，资金是越来越缩小。包括今天有的人说老师今天亏了啊，待会儿会讲今天盘面是什么原因。所以说0到1的障碍点主要是2个方面。也就是说未来当中下周我们开始学习的过程，所有的问题点是干嘛？都是干嘛？都是围绕这2个方面去学习。换句话说，在1期的时候，有的部分同学之所以好，会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2个半月时间翻了3倍啊，或者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稳健持续以内，每周都是在以%几嘛去做一个滚动啊。那么之所以有很多同学会有之间不同点在哪里？尤其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并不是说是方法体系这块，是什么？是没有适合这个体系。
但没有适合自己的体系是干嘛呢？是对市场缺乏一个正确的认知，或者说是对自己缺乏一个正确的认知。如果你对市场不了解，无论你学什么方法，听清楚同学们，是对市场的正确的认知。那如果你对市场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话，无论你学什么方法，你都不太可能掌握这方法的精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去应用这好方法。为什么？对市场没有一个正确认知。那么除此对市场正确认知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对自我的认知。每个人的起点，每个人的这种刚开始的节奏起点，包括习性、资金，我们所应用资本投资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干嘛？我们的性格，以及对待在交易过程持仓的这种习惯，都有可能不同。但每个人的不同，一定会导致交易方法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方法都应该是不同的，适合自个的才是好的。那么适合自己的东西，一定干嘛？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体系。所以说，目前来看，当你发现我对一个方法比较掌握的时候，那我迟迟难以做到稳健持续盈利，难以做到像部分同学一样能够快速的增值。比如说我们干嘛实现3到5年内由30万、50万稳到1000万的这种交易模式，这种的投资体系。好，这是入门级的体系。如果做了这一点的话，如果你发现为什么我做了这一点，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方法这块没有完全理解，而是什么？并不对市场一个正确的认知，也没有对自己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比如说市场当中，我们是一边上班，并非全职、半全职或者说是吧，就是我们说根本就没办法做到全职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交易的概念、你的投资、你选股的逻辑，包括你看盘，包括你选择的级别，包括各种方法的体系，一定是跟全职这块是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一点，震荡市场的投资方法、震荡市场的买股的方法、选股的股票方法，可能跟牛市这块会有一定的不同。最主要一点是什么？最主要一点是牛市的持仓的逻辑一定是不同于震荡市场的持仓的逻辑。牛市你要想让资金实现最大化的话，简单讲，牛市过程当中你要实现你的资金的全仓，就是我们重仓去买只股票的话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当市场出现一股牛市当中，一定会出现一波回撤，包括我们的市场的震荡，个股哪怕指数它不回撤不回调，个股也会出现大的回调，这是必然的。因为哪怕再这么好的牛市，不可能所有的个股都能够干嘛像每一只股票连续的暴涨暴拉，是不可能的。所以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你的个股的回撤。那在牛市当中个股的回撤，有人说老师，按照滚动的方法，17所学到的滚动的方法，什么滚动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那么有可能会让你的资金利用率会降低。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玩呢？一定是用我们的投资组合。所以牛市当中的投资组合才是我们要去更加用的。但市场上这一块的大多数的投资组合，往往是用在震荡市场或者下跌市场，因为投资组合在同学的理解代表安全。其实呢，牛市当中的投资组合才是我们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赚取比应该可以赚得更多的这种利润的要做的点。这是对认知这一块。所以认知这块很重要。那说到认知这块，同学们也会明白之所以我跟你说认知这块，因为市场，我在文章也说过，目前市场上同学们无论你看的是你的投资的书，或者说你在互联网上去所了解的关于投资一些这个基本的知识，哪怕是常识，都有可能是错的，都有可能是违背我们正常交易或者正常投资的价值体系。因为市场上所流传的并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这一点的话因为这次可能是这次是最后一期了，所以我也不怕说是打破行业规则这一块的。我这边因为今天是课，大家闲聊所以不用去想太多，也不用去说老师做这么笔记，没有，大家去闲聊，我们一起来聊天一样的。因为今天课程就是一个聊天课，
正常开始课程知识的体系的学习会在下周一，会在下周一，好吧？那么我们说了一点就是，之所以说这点我在1期在之前从来没有讲过啊，我说过，高教期的话我会注入新的一个期待啊，会不同的一点在这一块。那么今天刚才我现在所讲的是很多就从来没有讲过啊，我希望说这个目的并不是说会有说对行业是怎么样的会带动不同的这种冲击，并不是啊，仅仅是想告诉同学们，想到同学们有一个简单的认知，市场东西是什么的。我之所以会选择现在这一个小的平台上合作，而且是以非常对吧这种低比例的啊这种跟平台上合作啊，我就不说这一块了。为什么呢？有人说老师，你既然你想去让更多人学习方法，那么应该是选择大的平台更好啊。没错，的确是的。其实我在找这个平台上之前，我找过券商，也找过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投教机构啊，也找过。但是呢，会有2个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当我把课程体系完全设计跟他们进行这个谈的时候，他们非常满意，但是价格方面都在10万以上。也就是说，你不太可能卖出低廉价格，因为他们中间有成本，有人力资源成本，有公司运营成本，大的品牌必然会带着大的价格，那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啊。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是10万及以上的话，能够去这个，就算你要什么，你要去传播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就我说这块的，那么也并不是所谓的我们很多真正想要投资这块的人所能获到的，大多是资金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这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当然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在这一块，如果说你要跟大的平台商合作，你要一点就是你该讲的可以讲，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什么是不该讲的？涉及到行业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所谓的机构类投资，你不能讲；涉及到市场的一些这种跟行业匹配的一些正确的认知，你也不能够去讲。所以说白了，就是市场当中你所讲的，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同学们从券商机构、很多的投资机构，包括某些所谓的这种投资大能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想讲，是有人说是有行业的规定不能够讲，这里面道道很多。所以原因之下的话，这点没办法，所以最后找到现在的平台商。而且我也非常感谢现在的平台商给我这个平台，为什么让我接触了，让我完成了，或者说有这一个来之不易的修行。也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非常感谢感谢同学们给我这个引路人的一个荣耀，这是我一直在心里面所这个感动的原因是我完成了我所的心愿，把一些东西给流传出去，我觉得这个很好那我说到这里的话，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未来讲这一点，因为是在接下来从下周一的正确的开始学习的时候，每堂课的知识点的学习一定是涵盖着对市场的认知的，对自我的认知的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干嘛？是希望同学们在学习方法的时候，你不仅你的关注焦点不应该仅仅只关注方法的本身，方法一定要关注那么这个话的话是什么？稍等一下。好，应该说喉咙话明显没有去年好了，同学大家将就一下。也就是说，这刚才所讲的是对于我们17同学们所讲到的，也许这一点就是你的障碍点。好，那么这是这一块。第二块是什么？就是我对大多数同学而言，无论是我们这种基础的同学，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产业的同学，包括我们没有所谓的这种方法体系的认知的这块的同学，那么在这里，甚至是很多的17同学，因为从17同学结束之后的话，后台的反馈包括写的这个因为我布置过交易作业来看，大多数如果交易这块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就是说对于什么，如果是对一些做得好的比较羡慕的这些同学的话，其实都有一点，就是
并没有完全跟上学习的节奏，或者说时间这一块没有完全安排好，因为今年疫情嘛，还有很多的工作啊各个方面的，所以很多同学并没有完全是这个时间这块。那么好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学习资料都可以保存，所以说这一块的同学要稍微加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其实认知这一块是可以完全什么一步步来。但市场这一块的话，学习方法这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方法这一块的点的话在哪里？同学们，就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什么东西点。市场，我们如果说仅拿股市而言，无论是我们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你投资股票无非就是买涨。如果说你其他衍生品的话，你做空也可以看空。那这种买涨买跌的话，你的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能够看到什么个股的涨，你能够看涨就涨，看跌就跌的话，那么当然呢就可以，当然就可以。所以说，要学这方法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明确市场涨跌的本质，也就是说，知道它看涨就涨，看跌就跌，这是第一个。同样，明白它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就是涨跌结构变化的，那就是什么买卖点。那如果你能够明确买卖点，那就简单了。怎么简单？可以是吧？平时用去选股，你可以选一些比较好的，它处在上涨空间顺势启动的。再加上后期当中，我们学的优选买点，优中选优的买点。干嘛？你会对个股选取会更加明确，所以这个很简单。但是有个问题点，什么点？就是很多同学在学习方法这块，为什么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同学能够非常明确的去抓住是这种属于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习这个点？为什么有同学始终抓不住这点？我记得在一期当中授课过程，同样的知识点给了不同的同学，有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始终就没办法抓住这个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对这个东西不理解。怎么不理解？还是对市场的认知这一块，个人认知这块不是特别理解。比如说正确的交易应该怎么样如果说正确的交易你没有完全按照正确的方向走，那么自然而然方法当中你会有点不理解所以这一块我希望在2期的时候，在现在这一支课程授课方面，我会更加偏重于市场认知和个人认知这块。我发现这一块才是大多数同学是比较欠缺的，因为方法可以一学就会那么做得好，或者做得拔尖，做得特别好，变化的特别快，成长的特别迅速，有可能还需要在认知这块加一步劲。所以说这两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说谁低开谁。也还是那句话，在学习的过程要更加去学到我们在授课过程对于知识点本身引申到市场这块的一些认知，好吧？那么如果明确的方法、明确的制度体系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需要做的就是交易模式，最后是到达个人每一个人手上的，每位投资者、每位同学手上的可以用的，就是我们作为滚动的利器，你的武器你用什么在股市当中生存，用什么在股市去滚动，那就是交易模式。交易模式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摸得到的，可以依法可循的，它并不是那种模糊的，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就是交易模式。那么交易模式我跟同学分享最多，从0到1的开始和1到100，大多数无法去做到稳健持续盈利，就是0到1无法突破。还有一点，1到100是我们说未来中的境界，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什么？更多的在于个人。所以本次资本万门2期课程的学习，我更多在什么0到1。但如果能够实现0到1，基本上股市当中可以达到小咖。至于未来1到100境界的到什么高度，可能需要个人的机缘。好，那0到1的实现，为什么这大多数同学依然难以去突破0到1的实现？除了刚才这点以外，还有一点是什么？是什么？忽略一个非常重要一点，这一点的话，我在基础课程也提到一点，哪一点？没有明确什么是不亏。如果在做交易模式的过程当中，你始终不明白什么是不亏，那么你的交易模式一定做不好。这个我在1期当中也讲过但是很多同学可能并没有完全到心里面去。包括我在基础课程也提到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去讲，因为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有的同学入心了，所以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依然做得很好，原因可能在这里。那么在股市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不亏比赚要重要的多得多。那么如果要达到不亏，怎么去做？这是必须在方法当中体现的。必须在方法去体现。只有先不亏，你才能怎么？才可以
去提升。只有达到0到1，实现稳健持续盈利的突破，你才可以做到后续的境界，我们说的登顶，成长为我们的投资大咖啊，这都可以。那么零不亏的概念在什么地点？我们应该说很小的时候都学过游泳啊。游泳的话，大家如果刚生下来的时候，包括比如说1、2年级的时候，我们很小，在父母的带领之下去学习游泳，在教练教你去学游泳的时候，刚开始一定不是学动作，也不是教你理论，什么都不是。最开始学什么？学闭气。为什么学闭气？让你有安全感。你会闭气的话，当你干嘛在水里面的时候，你会有安全感，不会乱，不会慌乱。你只有在这个基础达成之后，你才会学习更好的游泳的技术。好，那么你会一般的游泳之后，那么如果要提高你的速度，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级的话，那干嘛？那是有专门的训练，一个再学习。所以说我希望同学能够明白一点，到未来当中我去学习交易模式的时候，学习本质方法，交易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你的心中的不亏是什么，如何做到不亏，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如果在一期同学有了做得不好的同学们，这一点很重要。好，你要想想为什么有同学做得非常好，那么原因是什么？除了在基础的有没有基础不同，求学的先啊，这个有先有后啊，这个基础有强有弱不同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对于交易的这种一个投资的这种经验的程度，就是对市场认知这块还是什么可能不同。好，所以这一点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要明白。所以说在学0到1的之前要明白，你要心里时刻明白你学习方法打造交易模式所你的不亏在哪里。好，再学0到1就非常简单。好，那么从刚才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已经跟大家聊了，就是说未来当中资本万门我们要学的目的是什么，包括我们学的方式体系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的围绕的核心点在哪里，我们要做到什么方式点，要实现什么目的，这个就是好。所以我们时常要问自己，我们在股市当中实现了目的啊，如何做的0到1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围绕的一个体系，一个核心。那么回到核心之后，问题就是什么？怎么去学？同学们，怎么去学？怎么去学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说的文思修。这个问题是我在一期授课过程，包括市场上很多投资者为什么学不好，包括我自个之前也一样的，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体系，有人学得非常好，一用就可以实现很好啊。比如刚开始我也学很多方法啊，那么后来我才发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是有各种不同点的。那么，所以在这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更加侧重于同学的一个学习，因为一期当中我更加注重把整个知识点全部给传授出去，因为是完成我师门传承的一个义务，这个任务啊，必须完成这块。好，所以导致很多同学的话学得非常好，也有同学学得很一般。那么在学习方面这块，其实我学习的方式方法这块我可能并不太讲，但是在学习方式方法这块，我在基础课程就是1期、2期基础课程讲的比较多。那么如何学？同学们一点大家认真看。我们在接下来从下周一的开始学习的过程，一定要围绕2点。第一点是每个知识点的文思修，第二点是每个整个课程球面的一个文思修。那同学什么概念呢？文是什么？就是听。思是什么？思考。修呢很简单，就是实践。那有同学说，老师这个道理我很明白，我很懂啊，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没错啊，对的。但是有一点同学并没有完全去明白我所想说的是什么。缠论的体系它跟一般的这种知识点不一样，它并不是那种说的1+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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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面的，它不是，它呢是一个完整的球面体系，它没办法是1+1加1加1，它没办法是加1加1加1，而且如果说是1+1加1加1后面就变成臃肿，也不可能去实现交易的嘛，这种所谓的精简精炼，那也不可能做得很好。哪怕你能够赚点小钱，那市场当中依然赚不了大钱，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的方法它刚开始入门很容易，但是未来当中学习其精炼做到达到一定程度往往很难在这里面。那么整个缠论体系当中，包括在基础课程，尤其是1期同学应该明白它球面的概念点，它整个知识点是相互相成的，
没有办法就完全独立起来。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开始逐渐的按一个知识点的一步一步去啃。那么这个啃的方式怎么啃呢？很简单，未来开始从下周开始，每周有2节课，听清楚啊，每周2节课啊，周一和周四晚上8点半啊。如果冬天会在晚上7点半开课，我会提前一点，因为未来当中我的文章不会特别去写那么详细啊，因为半年之后我可能文章就不写了啊，因为半年之后我可能就离开了啊。当然我会在圈子里面待的时间会长一点，文章这块我可能就不定期的更新，这一点我已经在文章当中做过通知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该结束还是要结束啊。本来就我提醒我已经完成我的这个已经完成了我相关的这个，所以说这堂课是额外的。那我也希望作为收官的课程能够讲出更不一样的地方，能够这次课程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同学达到所想要的点啊。我也在想要做的这点，这是我注入的新的期待。所以从下周一开始的每周一、周四晚上2节课，每节课会有知识点，是1个还是2个知识点不定，但是一定会有知识点，所以每周都会有新的知识点。每周新的知识点出来之后，你要明白知识点的概念，然后重点来了，要在圈子里面所以这次课程更多的人在圈子在什么？在思考。我发现一期的同学，包括之前基础课的同学，就是喜欢听、喜欢看别人问，然后自个做笔记。这一点的话就有点被动，因为学习是自己的，学习要找自我的突破，一定是自我的突破，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是跟着别人走。他是他，你是你，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要实现不同，依然是要不同。所以诗这块就是课程当中知识点学完之后你要思考，尤其是在经过作业之后你要思考。所以说思考的方式在什么？在于你的问和我的答。所以要利用什么？我们的圈子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一定要按一个知识点一步一步来。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式来，你会发现学习速度非常快。所谓的兜兜转转是你想快就快不了，因为前面知识点、基础知识点你没有完全掌握，到后面在应用的时候这个就崩掉了。说白了，之所以一期有的同学没有完全去做到这一点，还是这个方法体系、心态不够好。先有定才能生智慧，你才可以静而生定，定而生慧，这是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领。所以思考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在哪里？就是你的练。那么在前期当中，我们单个知识点练的话，就在作业这一块。所以说整个学习过程会是文思修，这是每一天每一周实现单个知识点的掌握，一步一步来。所以说今天晚上之后，你们要给自个定一个目标，你们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有时间，有什么？有目标。不是说我定目标没有定时间，一定要给自个定时间。定时间不能够少于4个月，你最好是我定1个月不可以，至少4个月。为什么？因为4个月时间差不多是把整个知识体系完全学完的时候就球成立了。那么为什么说是整个课程球的文思修呢？因为是课程的设计会跟1期有类似，但授课的节奏跟1期不一样。因为我会按照整个更加好理解的，从基础到进阶到精炼这种过程当中，一个慢慢的去升级。这一点尤其是没有接触过高级课的同学，可能你如果从基础课程过来的同学会有很大的感受。那么如果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缠论的同学，那么你只要按照我的知识点来就可以了。在每次学之前，我会给到你的预学课程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掌握。那么学到最后的话，就那几招，不需要那么复杂。但是这几招的之前，比如说学到最后，无非就是会优选买点，你知道怎么是买怎么卖，确定这个交易级别。那么后面当中还有一个，在打造交易模式的时候，要能够明确如何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什么不同阶段，非全职还在属于边工作边投资的过程，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弄？
如果说我们实现了开始准备全职的，比如说一期的同学在前期的全职的反馈的时候，一期有较多同学开始实现全职交易了。好，这个一些同学应该有同学知道了。好，这个就不说了啊。那么如果你打全职交易，应该又是这么一个过程。好，这一点的话，同学们要明白。好，所以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明确这个文思修的概念点。好 ，OK， 好，这是我们对于刚才所说到的整个课程逻辑的一个概念的设计。所以说，你要把整个市场、整个过程当中它的课程安排的东西要能够明确。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块，就是缠论体系这一块，最开始的是什么？我们说的基础，但是因为很多同学没有完全接受基础，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从基础当中的学起，会让之前已经学过的部分同学会更加去打磨好基础，就更加牢练啊。未来当中学习高阶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明确，但这种方式会不一样，所以从后面下作业来学吧，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来。那么学了最后，同学我再要强调一点啊。听清楚，因为有同学是学缠论过来的，很多同学学过缠论，所以你很明确缠论的关于比、线段、中枢、逻辑点、三买啊，很多人都知道。那如果选股这块三买啊，包括交易是级别这块，同学大家都明白这一块。但是你现在来学的我缠论高阶治不半门之后，那些东西可能通通都要丢掉了啊。当然这后话啊，就是整个到后面整个高阶当中已经不再是比线段，因为那个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本质，未来中学的是本质，就是市场结构的本质，看重是就涨。之所以我在7月1号说市场可能会大牛，7月1号说第二这个大涨到现在，原因也是很，有些老师怎么这么如何看出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买点而已，明确结构。那么个股也一样。那么如果后面学到后面，包括一些东西应该明白，其实按你方法去买，你去选股，你会发现，无论是今年之前所有的牛股，去年前年所有的牛股，就是你说的那暴拉能够有买点买得到的牛股，还是未来，其实都是我们的优先买点的牛股，没有别的，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好，所以那么如果你说一直纠结就是比和线的这块，你可能干嘛？你无法达到本质。当然这个过程怎么过来很重要，未来当中学的是本质。你学会本质之后，你能够明确所谓的三买和三卖干嘛？无效的三买三卖就规避掉了。但是呢，对于部分一期的同学依然无法去准确掌握优先买一点，这一点是原因是什么？就刚才说的，你方法并没完掌握，或者说你没有对市场或者个人自我认知准确，所以说在学方法的时候没有达到你所想要的。好，还有一个问题点在哪里？还有问题点是积累的程度不够。因为很多同学是新同学，好，那么其实基础这块的话很重要。比如如果说从一期基础一期过来的同学，这些高级课会比较快啊。但是所以说，在上期的时候，有的同学为了贪快，或者说心态不好的话，慢慢干嘛就落后了，好吧？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这一次的话会给更多同学一个这个精灵的，希望同学能够找到精灵的方向。好 ，OK。那么说完这个话，那么整个体系的话我就不用去讲了，这跟一期是一样的，分为1、2、3阶段。第4阶的话是首扎，这个首扎是我4门的一个首扎，目前一期同学还没有拿到啊，因为这是什么？整个课程学完之后，半年之后来领这个首扎，因为那个时候来领这个首扎，你的感受、你的理解程度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是什么？是一个顿悟的良机，我就这么过来的。好。所以说，从下周一开始的话，总学习就是1阶段、2阶段、3阶段来，目的就是为了干嘛？我们的交易模式。好，所以今晚来简单聊聊。那么说完这个之后，我们来说入门奥哲。好吧？卡了吗？声音卡了吗？好，如果声音卡的同学要明确啊，身边短数学。不要到时候说睡觉没有听课，重新刷新一下啊！重新刷新一下啊！因为本来这期的人数就并不是特别多，好吧？好，没有图像声音吗？没有图像声音的同学刷新一下哈。好，没有声音的同学，如果说是
没有声音没有图像，应该是整个都没有声音图像，不会是个人的情况不会是个人图像，好吧？那么有声音的同学给个提示打个1，好吧？有声音的同学给个提示打个1，谢谢。很好，非常感谢同学反馈，好吧？如果是觉得有问题的同学，可能是你的网络或者说你的设备有点问题，重新去刷新一下，好吧？好吧，好，那么其实说到刚刚这一块的话，更多的是聊天。那么我希望我的第一堂课不会给很多同学一种所谓的期待，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开课的时候会给很高的期望，我觉得我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反而不好，所以我希望让同学能真实来了解你们要学的东西是什么。要明白一点，就是有的东西一定是干嘛？是要积累的。包括你学完所有的课程之后，我们高级课之后，你要达到，你真的要讲在市场当中实现所谓的稳健投资盈利，把投机做成事业，必然需要你的积累，不可能有不劳而获，也不可能一夜暴发的概念，那个并不是资本市场。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把股市或者说是金融衍生，比如说其他的这种衍生品市场比如这个期货还是什么，还是我们说国际期货还是什么其他的，你要是把这些东西作为你的全职收入，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具备像传统行业一样的这种经营积累的思想思维。它跟传统行业一样的，只不过传统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当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不能说容易，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资本市场的话，大多数人就无法去做到这种刚开始0到1的。但是呢，当你一旦迈进0到1的时候，从1到100，那就简单了。这一点呢，在传统行业这块就做不到为什么讲这些呢？其实就想告诉同学们，如果你在资本市场想待下去，想达到这种稳健持续盈利不要去追求所谓的这种不可能的这种虚妄的买点，虚妄的交易模式，虚妄的市场逻辑点，那种点干嘛都是有违背的。如果你一旦追求那种东西点，到最后一定实现一点，你无法实现稳健持续盈利。那所谓的稳健持续盈利什么概念点？就好比是你比如说现在应该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我记得我应该没记错，500万存入银行的话，定存5年大概是4.75吧应该是4.75个点，4.75点比如说给老人存个500万，因为有时候资金不好打理嘛，也没有太多资金去打理这个东西，所以老人这块有的说虽然说是人生无常你不能说把所有资金都放在股市里面尤其对老人而言，他们需要安稳那么你这样的话，在小地方基本保障了这种所谓的这个日的月开销但是你想一点就是什么叫稳健持续盈利？类似于像这种定存一样的，比如存个5年，但是这个年化收益在4.75%，非常非常非常低点，不可但是呢，稳健持续盈利就好比是定存一样概念。所以说股市当中你要把它做成事业，把投机做成事业是什么概念？你要想把你的资金在你的交易模式的运作之下，能够像定存一样的每天、每月、每年在不断的增长。做不到这一点，那不叫投资；做不到这一点，不叫把投机做成事业。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不是股市对我们中小资金普通投资者而言的作用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认为，而且我一直向市场上所传导的都是这种思想。股市对于我们中小资金投资者而言，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资金增长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人就把这市场做成这种类似于有点像赌性在里面，就是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到原因还是很多东西没有明确这个应该怎么玩后面来学吧，我告诉这个到底怎么玩。包括这次的话，我会直接给到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模式去引导。
接给到这一点东西怎么弄，好吧？好，那么我们看到，当然说完这个之后，我们重新聊啊，刚才聊这点，我们看这样啊，这个接下来重一点，入门奥则，入门奥则这一块呢，入门奥则这一块，好，入门奥则这一块，奥则这块，其实我在一期当中说了，这点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如果你做了这一点，我建议你今天晚上课程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我们的小助，直接办理退费啊，我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但我现在说一点什么意思呢？因为为了不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以前老同学、基础同学，包括一级同学应该知道，其实授课是非常耗费心力的，对我来说非常耗费心力，很耗费心力。那么耗费心力的事情，如果是没有意义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做。我可以非常坚信一点，在市场当中，你要能够学得好，比如说任何方法体系当中，要一点独立思考。坚持。何为独立思考？同学们，就是我们就像刚刚说的文思修三快。如果你不会去思考，说老师我不想我干嘛，我就是这种学东西从来就不会去，比如作业也不做啊，那种都考思考都不考的话，不考虑的话，那你花的时间很长。这一点的话，对于你要想快速入门，因为叫快速入门奥则的话，这点是非常重要。独立思考非常重要，它是文思修里面的思这一块。而且每个人个体不一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必然是干嘛？用心去学，成也自己，败也自己嘛。其实这个学的好与不好跟别人没有关系，学的不好也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你个人看自个的啊，不用想太多别人怎么样，别人好你也坏不了，别人坏你也好不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点是坚持这些东西点是最主要一点。为什么呢？首先在学习的过程知识点当中，一个人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什么？改变自我，积累改变自我的过程的话，会很难受，因为你要改变自我一定会难受。学了知识的积累，因为这是半年的课程，如果你无法坚持半年或者坚持4个月的话，那么后面当中就不好。那么之所以给了这个2门奥则是什么？我是想告诉同学们，如果你一旦决定开始学习的话，就不要退缩，就不要什么，不要给自己退的理由。人生其实就只能向前，没有向后。我希望通过奥门准则能够告诉同学们，你要做的这一点，你才可以。但如果你做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浪费时间，没有必要。那么所以说坚持这一块，当然这主要是想告诉同学们，我更多的是希望这个入门奥数准则能够让同学们明确，你一旦决定的开始了，就不要退缩，怎么啃怎么坚持，都要把这半年走完。那有同学老师会不会很难？其实很简单。有的同学当然知道，高级1期的同学应该很明白，其实它比基础课程更要容易。基础课程因为它难在哪里？难在如果用它去实践，因为它并不是本质的东西，用非本质的东西去做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收益，那么你呢需要很多的限制，条框框，就是使用的环境限制很多，所以反而学起来很难。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本质的东西，就那几个点，就那点就摆在面前，就那点东西，你学会了就简单。但是呢，接触本质的东西点很简单，但是让这个本质的东西能够入心，让你去实践应用好它，你要在什么？在学习过程当中去学会逐渐去探索它真相的时候，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探索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知入心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你是很难去，哪怕你知道也没法用到得心应手，用到那种叫做心理的感受会很强，这种用不到。所以这个过程必然需要坚持的一个概念点。但如果你做不到这2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并不适合你。这也是我对你们的选择，好吧？所以这点很重要。这一点这块的话，就是希望同学们你们好好思考，因为今天课程结束之后12点之前你们决定的话，依然可以找小助办理退费。那么今晚12点之后就说明你接受，那么就只能向前，不可以再退费。
这一点我在1期说很明白。其实很多同学在报名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只不过我依然像1期同学一样，给了同学们一个再次选择的说，这个选择其实不是说是我对的选择，其实是给资格的选择。好吧，这点不多说了哈。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因为嘛，说完之后也意味着今天必然是有的同学可能会下周一开始会跟我们一起学习，那也有部分同学可能就不会跟我们一起学习了。那么当然还有部分的同学的其他因素，所以说你也没办法进来，这个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一点东西是我送给同学们的，就是无论你能不能开始下周一开始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就我现在所讲的，包括今天这堂课，其实对你我是想对你有用的因为你毕竟是花了时间来听这堂课的。那么人的一生5个目标，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想跟同学们去分享的，也想跟每一位同学分享。为什么说我想分享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人从生下来到我们离开这一世，在佛家说叫中阴一世。这一世的话，前一世后一世我们都不知道人是这样，但是我们都不管那些，我说的是这一世，人活着目的是什么？可能有同学并没有回答出来我呢，虽然说并不是7老8十，但是我也是上你的年龄的包括我的同学当中，应该也有同学已经达到一定的年龄的话，有的同学可能是在中年这一块的也有同学在青年这一块，还有同学刚刚毕业，有同学可能是这个研究生毕业，我记得应该有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还有同学可能是硕士这一块的那么我相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都有，但是都应该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这个未来当中最后是什么？这一点我还想跟同学分享，我希望对同学有用咱们认真听。那么我定义为幸福，其实这个东西概念很广，就未来当中到最后可能幸福，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去居家，就是我们对于并不是遁入空门的是居家修行的。那么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去做分享。从去年到现在，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受，就是对于这种状态的话，我想跟大家去做分享。当然，这个分享的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希望同学们，如果你觉得有用就用，没有用都没有关系，讲了没有听到那么想说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其实这个5个目标的话，是我之前在看一本书当中所看到的。当然，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好是因为大多数同学看这个能看得懂，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按照佛家来讲，这种人生8个苦其实也叫3类苦3类苦叫什么？叫做苦坏苦和行苦。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讲完之后很多就不明白了。我就按这种白话来讲，所谓的生理目标、安全目标、社交目标、尊重目标、价值目标，这些目标每个人生下来到我们离开，可能这5个目标都会去想实现或多实现。那其实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在这2个目标当中，后面可能都没用。那为什么讲这些呢？讲这些是告诉因为很多同学在时候，包括大学学习，包括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干嘛？我当时学习的时候，他告诉我，人的话他是一层又一层的突破。比如人刚下下来它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突破，其实这点是不对的，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发现你活得很累，或者活得不透彻，没办法去做到快能一等。你也如果这样的话，你也更加不明白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人呢，生下来之后是这个，对什么都不知道，懵懂，人生下就是懵懂但这个懵懂恰恰是什么？真相和本相。佛家的真相本相就是我们的最初的本相。那么它并不是一圈又一圈的需要你突破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圈到最后的一圈是什么？叫做超脱生死，这是佛家的佛门当中最高的一种这种修行的要领，超脱生死。那么为什么讲这些呢？很简单，也就是说这个好比我们就说一个鸡蛋壳，我们是鸡蛋、蛋黄、蛋壳，一层蛋壳，这个蛋壳包含生理目标、安全目标、社交目标、尊重目标、价值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干嘛？去覆盖，在一个壳里面覆盖。那么只不过有什么？有一个局部的分裂。所以为什么讲这些呢？我是想告诉同学们，这些过程当中干嘛？它都需要一个叫财富。在当代文明现代社会如果人没有财富作为安全的这种基础的话，你人这一生不用谈别的。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很简单，我是想告诉同学们，我们如果人一生你要幸福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你要活得稍微不那么累，一定不是说我今天生理目标去突破一下，明天安全目标去突破一下，后天社交目标去突破一下，不是。它是什么？一定要找到一个点去持续的去突破这个蛋壳，除了最后要把整个蛋壳全部去打碎。这个蛋壳你打破的越多，你的人生越丰满，你所能接受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会越多，你认到的东西会越多。但是要打破这个蛋壳，怎么打？一定先从什么？先从一个点去打开，也就是先局部打开。那么这个所有的点过程当中，最基础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财富，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包含整个所理解的5个目标当中都要用到。但是这个打破呢，你不可能说我只看了它，你要需要对其他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慢慢去打破。打破之后呢，干嘛？后面当中其他的东西再来打破就比较简单。好，这一点的话是我对同学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分享。那么讲这些是想告诉同学们一点，当你完成这种所谓的之后，不应该是什么再去追求它，因为后面就是虚无。一旦打破这个财富之后，你一直在外去突破的话，那就是虚无。虚无的目的是干嘛呢？会让你更加茫然无措。这个在我们佛家思想当中叫什么？叫坏苦。所谓的坏苦呢，是什么苦？欲望之苦。你人饿了，你吃包子，你吃了饱了，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希望同学们对同学们有一定的这个帮助。那如果有帮助就好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一点是什么？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如果一味的追求到最后的话，我一定会迷失自己。比如说我之所以会接触佛理、佛家思想，很多东西也是源于这里。其实人到了一定程度，你并不会快乐。快乐原因是哪里？到后面其实跟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吧？那么说到这里的话，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实现真正的开始，因为我能够陪同学的顶多半年是，未来说不清楚，1年2年，但不可能一直永远，好吧？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想跟同学聊的，也是我最想跟同学聊的。因为今天能相聚这堂课其实就是缘分。好，说完这个之后的话，我就不多说别的了。那么这是今天这堂课的这个最后的总结语送给所有同学们。那么人生今天是真正的开始，不仅是今天，每一天。OK， 好吧？好，那么我们课程真正的学习会从下周一，每周一、周四晚上的8点半开始。明天的话，今天晚上12点今天晚上12点之后，如果你接收到，听清楚好，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接收到我的小助理给你发的一个确认函。接收到的话，意味着如果接收到，然后你同意了，就说明你的报名正式成功。如果你没有接收到，那么你就直接找小助就帮你退费，好吧？这一点我也是先说清楚。12点之前 ，OK， 好吧？当然，如果可能会有遗漏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接收到，你直接去找小助问，因为小助可能有差异，所以你找他问。好，这一点我要说清楚。然后明天报名成功的同学，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你的任务是什么？第一，把圈子明白，这有的同学也明白了。第二，干嘛？一定要是先进入圈子，然后把圈子去搞明白。
使用功能搞明白，然后我会上传一些视频，也做预习。我们下周一正式开始。那对于有一定的基础的同学，跟着课程来慢慢精炼，你不懂的来问我 ，OK， 好吧？好，那么最后的话，我就不多讲了。好，关于大盘这块，关于市场大盘，我就讲一下市场大盘这块。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了希望，今天我看到了机会。有的人说老师，这个为什么今天大跌看到机会？哎，同学们你要明白，市场如果不跌，根本不可能给你机会。我记得我在文章说的很明白，如果在3299下方就是机会，机会。其实这样的行情我在文章跟踪也说了，包括它为什么会下跌，给它点位了，包括机会和什么相关的有些给3299，所以说5分钟级别下跌是跌破3350，直接跌下来，所以它就会以5分钟级别下跌。它目前依然属于30分钟级别上涨过程当中，所以今天如果你这样说老师我被套了，如果今天有被套，说明是什么问题？根本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什么问题？你买的股票出现卖点你没卖，或者说你买的股票干嘛并没有完全理解什么叫不亏的概念。还是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今天做了宝，所以今天的市场按正常逻辑，比如说按照我们所有的逻辑，这个下的过程当中，这波下跌你所的个股一般都会出现卖点，如果没有出现卖点的坚决持有，有时候是这么下跌还没有出现卖点，一定会有。比如说在第一步刚刚开始建仓的股票就会有那么出现卖点的话干嘛卖就是了，卖的时候后面干嘛换其他股票多好。如果它不出卖点，市场一直在什么在震荡，这个个股该涨不涨，一直震荡，浪费的是时间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卖完之后换其他的逻辑点，节奏非常重要。当然后面的核心点还是什么？还是买卖点，就非常简单。那么对现在手上有个股的，有卖点赶紧卖，没有卖点坚决持有。空仓的话干嘛？耐心等待其他股票的买点，好好选股，机会很大。好好选股机会很大。那么还有其他的话，有些老师我现在手里面是干嘛？手里面是干嘛？被套了。被套如果发现你的个股是到达你卖点，卖了它，机会很多机会很多。如果是小仓位的无关紧要，没关系。说明卖点，未来当中市场 A 股的逻辑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今天7月16号，7月到现在涨了半个月，然后在2天干嘛？回撤一半，看到？回撤一半。但是我们 A 股的逻辑点，它反而是真正开始。要想达到健康牛，就我说的慢牛，你要向什么点？你要向这一段，而且这一段还是什么？这一段比这两个，看到没有？自从在2005年，在2013年这两段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疯的，什么疯的？不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杠杆呗。你看涨得多，节奏多快，这种行情对于一般的小资金而言的话，其实你并不能太多赚很多钱。所以有时候老师我喜欢震荡，其实也一样，我也喜欢震荡但是呢，最好的是什么？叫做健康长牛，震荡向上的市场是做钱最舒服的。就像这一波还算是一个比较慢的，因为它是有什么？有日线级别中枢向上的还是什么？还是两个中枢，这个中枢两个中枢上去，这还是300一点，看到没有？你说老师看没？这非常标准，这是日线中枢，这是中枢，这是300上去涨上去了，这非常之标准。那么这个呢？这个未来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震荡时间长一点，所以今天下跌是机会，好好去选股，找那些低位的、低价的、一定是低位的低位当中符合优先买股的股票，赶紧去弄，好吧？那么对于其他同学，我们下周一步步来学，慢慢来，不要着急。所以未来当中的话，还是那句话，10年前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个房地产。你看昨天我写过文章，我说为什么深圳房地产限购，同时说要什么？先严厉打击非法的这个配置的资金进入到 A 股这么市场，不就是一个是这两资金，一个是健康资金，把进入房地产的，把国家放水的资金想到房地产的一刀砍掉，然后你干嘛？去买股票呗。然后呢，干嘛？要是资金是健康资金，而不是那种杠杆资金。什么叫杠杆资金？跌一点点你就扛不住，立马就被迫强制平仓的这种市场
对市场而言伤害就很大。所以种种迹象显示，未来逻辑点就是个健康长牛。一旦达到健康长牛，对于我们，哪怕你学会一点点方法，那么在 A 股当中你所收获到的，干嘛会很多很多。当你我方法掌握一定符合，那么可能你在未来当中全职收入根本就 OK。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专业型人才而言啊，当然你是投资市场这块你明白的话，那么前10年那种混乱的，可能是一部分股票比较好的啊，这一点的话，明显的比较考验你的技术效应的。那么更多的在房地产啊，过去黄金10年，那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哪里？就是我们的 A 股市场。这是目前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唯一想做多的地方，就是股市，也是让实体经济盘活的。当然呢，这波健康牛市上涨一定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有的人可能就是陪跑，有的人干嘛？可能能抓住机会，所以还是成也自己，关键在自己，好吧？所以希望这点的话，这是我对于市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态度。当下的话干嘛？就是刚刚说的，目前呢，当下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想抄底，什么抄底？就是说听清楚哈，2个概念哈，听清楚，就是对于市场这块我想抄底的，因为很多说低吸哦，对低吸，听清楚啊。如果说你的个股没有买点，一定不要去低吸，因为市场没有跌完。另外一点重要点，如果你的个股出现低位当中，而且有优先买点的，能不能低吸？可以低吸，跟它没有关系。这一波行情下跌过程，跌破3380是5分钟就被延续下跌。那么3380跌破之后呢，会导致部分高位个股开始出现卖点，市场的因素导致，这是一个。那么跌破3290.82是干嘛？这是让市场大部分个股出现卖点。仅仅是这个逻辑点，不关你买还是不买的问题。如果你有买点就买，没有买点呢就不用买。所以说这个问题最大的是什么问题？出现卖点的时候啊，你不卖，然后会利润的回吐，就是陪跑没赚钱呗，对不对？但至于在这一波行情上说我亏损的话，那么说明你的方法或者是对市场有严重的不足，那一定要加强，好吧？今天我就说这些，那么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就正式开始学习。那么今天到此结束，同学们，我们下周一见，好吧？那么周一、周五、周六、周天的话，这个东西同学要明确一点。好，那么我们就说完了，同学们，拜拜，晚安。好吧 ，OK， 好，那么有同学可能说，老师听着电脑是没有声音了，那你肯定有网络问题，所以后期当中调整一下网络，这边的话都正常。好，那么晚安，到此结束了，拜拜。我们下周一就正式的开课了。今天晚上该讲的就讲了，包括很多同学也提到了啊，包括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呢是整个学习节奏的核心和要点，包括未来按照什么节奏逻辑来，在这里。好吧，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同学们，拜拜，晚安。